想脱下身上的盔甲，好好呼吸一下。每个人都想好好爱一场，其实我也一样。人总会有悲伤、狂欢、离别和沮丧，经过了才算学会坚强。带我飞翔到个安全的地方，是你让我看见未来的希望。幸福不难，就在前方，有你在身旁，我会勇敢。爹，哎，老婆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我怎么会在地上呢？老婆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啊？你晕倒了。啊，我之前是有点头晕，后来就不省人事了。那你除了头晕，还有哪里不舒服？去看医生吧。不用了，去看看吧。哎，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对了，我是来找闹闹的玩具巴士的。啊？今晚不早出来啊，我们谁都别想睡了。老婆，你确定在这间房间？家里都找不到了。可是我……原来是在那边啊。为了这辆巴士，我头都晕了。是，好了，抓到了。哎，我来锁吧，你去按电梯。让我来吧，要是你再晕怎么办？外面有人吗？哎，我故事讲完了，你没反应的，想要夸我赞我，放马过来。虚张声势的功夫进步了哈。啊？喂，你是说我编的？还有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次啊发明 CCTV 的人功劳就大了。哎，短短10几秒钟，乾坤大挪移，搞定啊！干嘛？军营诊所生意很差，需要那么省搞到自己诊所去啊？情趣你懂不懂？哎，没试过不知道刺激的。只怕你老婆发现啊，你过度刺激啊。哎，放心了，发现不了的了。猫儿偷吃，腥味难挡。哎呀，等到发现了再说了，你个乌鸦嘴！我告诉你，有些小三你最好不要惹。哎，我对女人的阅历你不放心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昨天晚上那个女的呢，肯定是出来玩的，没有首尾的。你对女人的阅历呢，只停留在2个地方，一个是身材，一个是脸。嫉妒、吃醋。对不起啊，我们2个的层次不一样。是，你层次高啊，读一堆心理学的书，也不见得你很了解女人嘛。现在更惨了，话不投机啊。哦，那就不说喽。啊，不，等一下一起吃饭啊。今晚没空。啊，约会啊？哪一个啊？我认识吗？我约女人呢是名正言顺的事情，因为我是自由的化身，我是自由自在的，可不像你呀，你是某某人的丈夫，懂不懂？无聊啊你。可以跟你一起拍张照吗？好啊。
原来活着的。巴厘岛怎么样？听说那里的风景不错。你怎么知道我去巴厘岛？又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？好奇的事那么多，我也有好奇的事。你先回答我。什么事啊？跟谁去？自己去啊。我这次出国，我发现一件事。原来我没有好朋友。想找个朋友出国，竟然一个人想不起来。别说出国了，连吃个饭的也很难找到。你所谓朋友的标准是什么？我可以申请吗？我的青春、时间、精力，全部投资在工作上，还包括感情。感情方面更失败，工作投资还有点回报，感情，你跟那个男的真的分手了？那还用说吗？我最无法忍受拖泥带水，我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态度了。那就奇怪了，为什么刚才还有人这样对待你呢？肯定是他太太派人来的。下次如果还有人骚扰你呢，就告诉我，我帮你报警。为什么要告诉你去报警呢？我自己不可以报警吗？哼，好心没有好报，你就是这种态度呢，常常得罪人。好啦，谢谢你。那还差不多。瘦了很多啊，我带你吃东西。想吃什么？西餐还是中餐？坐在你面前的这位呢，是很多女人梦寐以求，希望能够跟他一起用餐的熟男。所以呢，请保持心情愉快，吃东西。让人反胃的话，少说两句。神经病！我神经病！这些啊，都是你在外面玩女人的证据啊！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你自己看。说啊！哎，姐，你回来了。你给我站住！你不要以为大姐回来了，我就会放过你。周家龙，你不把话说清楚，我不信许。你换姓与我无关。发生什么事啊？他在外面玩女人呢。你看，这些都是证据啊！你以为你老公很有钱又很帅啊？要死了！你自己去照镜子看看啊！所以啊，我怎么可能会去找小三？现在的小三很聪明的，我既没钱又不帅。喂，为什么现在才来？给他们笑我们，笑我们？笑我们什么啊？他们笑我们说我们不敢跟他们打赌。打什么赌啊？他说如果我们开车上转5000的话，就算我们赢，200块哎。可是如果输的话，就输200块。谁说我们会输的？100-200块赚不要赚，笨的，看我的啦。你是想气死我是吗？订了机票又不出国，想要用吃来敷衍我们呐？叫了点心就等于去了香港啊？叫那么多，我们又不是恶鬼。你不过可以不吃 ，Win， 我们吃。为什么没有快餐？整天吃快餐没有营养啦。我不饿。公司有很多事，我走不开。才去玩几天，难道公司会倒闭啊？你是印刷公司的老板呢，又不是小伙计。老板才做牛做马。如果你好好看住财叔的账，我需要做得这么辛苦吗？你的亲戚做手脚吞公司的钱，你不怪自己用人不当，你反而怪我，你有没有良心啊你？还有啊，
事情都过了那么久了，整天拿出来讲，你嘴巴不会酸啊？啊，迪丽莎 ，Hello，sorry，迟到了。哇，高大实惠啊！请问哦，这个又小气、心胸狭隘的男人是你以前的老公哈？你怎么忍受得了他啊？什么年代的事还拿出来说你嘴巴酸不酸啊？我又不是在跟你讲，要你插嘴。我又不是聋子听不见。迪莎。OK， 你说的对，他是我前丈夫。OK， 你也对，你不是聋子。OK， 那你来评评理哦，付了机票订的酒店才说取消，是不是钱多啊？公司还有2张订单要出货，我跟你都不在，有什么事谁来处理？下次要吵架，请不要叫我出来吃饭。Rain， 你去哪里？OK， 你不要走，你也不要走，先把话说清楚才走。Rain， 陪我去 ，OK？ Rain， 等我啊！哎，同情我一下好不好？穿着高跟鞋追你很辛苦的。$200，我们赢了。要吃什么？我要吃鲍鱼鱼翅。那么好吃的东西，为什么不吃啊？我不饿。其实你 daddy 呢？他不是我 daddy， 他是跟我还有我妈就在一起的陌生人。你这样说是不公平啦。他娶了你妈咪之后，很用心照顾你们的啊。whatever 啦。为什么就是不能跟他好好相处呢？那为什么你跟我妈咪就那么喜欢他？不对哦，你已经跟他离婚了，所以你不喜欢他咯？我没说我不喜欢他。那你们又离婚？其实你 daddy， 他不是我 daddy。OK， 你妈咪现任丈夫 OK， 他是个好人，是我不好嫁给他，又害他离婚。其实丁威是个粗枝大叶的男人，以为努力赚钱给老婆花就是爱。OK， 我是喜欢花钱，不过我也喜欢玩啊。他每天只顾着工作，没有时间陪我，就跟他离婚了。我真搞不懂你耶，你结婚3次，离婚3次，为什么还继续交男朋友啊？自己一个人不是更好吗？我只是找不到适合我的男人，丁威是最适合你妈咪的男人吧？最适合就不会整天吵吵闹闹啦。吵吵闹闹也是一种情绪嘛。怎么可能？等你找到你喜欢的男人，才会知道，其实感情这种东西蛮复杂的。我啊，最讨厌复杂的东西啦。周毅，你看，刚才害你输200块的那个人。大姐，吃芒果啊！大姐，你从巴厘岛买回来的芒果我已经切好了，给大家吃吧。我是吃过了好吃才买的。哦，哇，我很羡慕你耶，穿好的，吃好的，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怪不得人家讲我是井底蛙，我连云顶都没有去过啊。云顶不远啊，有机会你们家3口去玩玩。我哪里有那么好命啊？我每一个月的家用啊，我都算得准准的。只要有一个人啊，伤风感冒需要去看医生，那一个月啊，我的家用啊就要省一点了。唉，家庭主妇，你以为那么好当啊？刚才听你说Joey的补习费不够，给他补习的。怎么好意思？真的是不好意思啊，大姐。那个周一啊，他真的是好命，有你这样的姑姑。下个月呢，我会给多一点家用。大姐，你真的是够大方。
我们一家人没有你，真的还过不下去啊。大姐啊，这次你去巴厘岛是跟那个志明一起去的吧？2个人一起出国，应该是好事近了。你们是不是要结婚啦？如果你一结婚，这屋子就要更名了。放我的名字吧，反正我一直都住在这里，很方便的。大姐，大姐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跟你说话？我跟志明分手了。分手了？不结婚了？他已经有老婆，我不想做第三者。那是纸条骂狐狸精的，狐狸精是你呀！让我知道是谁放上我的，我一定要它好看啊！贵！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关掉我的灯，关掉我的电呢？贵啊！怎么了？妈，怎么了？大姑，你自己看啦。阿妈这样真的很会影响我读书的，你教教她啦。来，给你吃的。鬼呀，鬼呀！啊，小便！哎妈，这里呢不是厕所，跟你说过了吗？要小便从这里走出去27步，才可以小便，知道吗？哦，72步。不是啊，27步到厕所。27。对。大姑啊，我求求你啦，就算可怜我嘛，这个阿妈。好啦，阿嬷从今天开始呢就跟我睡，好不好？大姑，你真的太好了，你真的是玩得我们 Superwoman 啊！害到我去骂我那个死鬼老公，还要打我的儿子啊，他都静静不出声。看到了，满地啊都是骂他的信啊，他都静静。什么？9点的戏？当然有在追啊，天天都在追的。哎，我不跟你聊了啦啊。有我的信吗？信，有，都是你的信。哎，做电视的人真的是不一样啊，过生活就好像演戏一样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。匿名性的事以后不会发生了。是吗？你的生活那么多姿多彩，只要一天住在一起啊，说不定会有更叫人跌破眼镜的事啊。唉，谁叫我的命那么苦，一辈子要跟人家住在同一间主屋，没有办法买自己的。桂香，你想我把房子转名到你名下，没问题，找一天我们去办手续。真的啊？大姐，其实你早就该这么做了嘛，反正你都没有打算要结婚，你可以自己申请主屋的，或者是买一栋公寓。哎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志明有老婆了？你为什么甘愿做第三者啊？你条件很不错嘛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？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，你都不管。给我！不要！我给你涂另外一个，那这个呢？这个香香的，闻闻看。香香。好，我帮你涂啊。舒不舒服啊？有期盼，有陪伴，我想要你给我个答案，你却不管，你都不管。
的伤感。微云，我很想念你，我们见面好吗？Betty， Dr. 幺的手术什么时候完成 ？OK， 好，谢谢你。我要回家看小飞侠。那我们现在不回家，我们要去找爸爸。我要回家。走，我们去找爸爸。我要回家。哎呀 ，No， 你乖好不好？我们去那边找爸爸。走，我们去找爸爸。No， 好了好了，回家。我们现在去找爸爸。我回家。No， 回家。好了 ，No，OK， 回家。我要回家。我要回家。不谢。我要回家。我要回家。来。黑咖啡不加糖，又苦又涩，还喝得下？有什么喝不下的？又苦又涩的日子都过得下了。谢谢你啊，帮我搞定它。我没做什么，是电脑和网络的功劳。心里在偷笑吧？笑什么？看到姚珠康丽在大街上这么没面子。还笑不够啊！太可笑了，两个专业的女人在斗丢脸。你在大街上没面子，那些只是路人。我出丑的样子，公司上下人都知道，谁更没面子啊？你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上小三的，对吗？你不信，我会去破坏别人的家庭。17岁就认识你，虽然是冤家，但也是彼此了解的冤家。有你这样的冤家，应该是很安慰。其实你不用担心公司的人，娱乐圈的人就是这样，是靠新鲜八卦而活的。很快他们又有别的事情可以八卦啦。那你帮我啊，制造一些新闻，他们很快就会把我忘记了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需要这样诅咒我吗？这么开不起玩笑啊！家里最近有点事情，心情不好。是我不懂得开玩笑。有空吗？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姚太太，姚医生刚出去了。这么不巧啊？没关系，我来拿东西。等一下我跟他说也一样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了，我知道在哪里，你忙吧。
娜娜，闹闹不在家，去哪里了？在你妹妹家。哦。哎，老婆，哎，你今天打扮得很特别。特别？漂亮。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你说这2个字了。你喜欢听啊？早说嘛，我可以常常说的。有口无心的话，我不是很有兴趣。可以吃饭了。把儿子支走，又搞得这么有情调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你说呢？确实。讲真的啦，今天为什么这么特别？你工作那么辛苦，一直没有好好给你煮一餐饭，很怀念刚刚结婚还没有生闹闹的时候。是啊，那时候家里天天就像现在这样。你听，听什么？没有声音，对吗？你记得吗？那个时候，天天都像现在这样安静。来，今晚我们不吵架，安安静静享受你的杰作。OK。他怎么会有我诊所 CCTV 的录像？幸好我有先见之明。为什么不回我电话？还要问吗？给我一个理由。因为我生气，而且还在气，满意吗？气那么久，女人生气很容易老的。你还想气我啊？问吧，我人在这里，你问什么我都不会回避。你为什么这么笨啊？工作 IQ 这么高，看人的 IQ 却是0的，干什么潮流做小三？你有头脑，有学历，有才华，有经济能力。原来在你眼里，我优点有这么多啊！唉，我重新拿回一些信心了。才几天，你的信心就被击垮，你有这么脆弱的吗？你再不理我，我就更脆弱了。一起走了4年的男人，原来一直是别人的老公，无辜当了第三者。除了替自己叫屈，还能怎么样？还以为他要向你求婚，真是笨蛋。是，只有这个字最能形容我了。对不起啊。所以，你相信我？当然啦，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。没怀疑吗？那为什么你会生气？我替你生气啊，也气你这么笨，被人骗了这么久都不知道。没事吧？快点把戏拟好，又是一条好汉。啊，我本来就不是一条好汉。
这件事唯一的好处，就是让我发现，相信我人格的才是我朋友。那你有几个朋友？3个。我在内吗？你说呢？你们应该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们来。听说你们拍《有晴天》的时候出了一点状况，想听听你们说当时的情形。谁先说？主持人？导播？让他先说吧。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主持人的镜头要一 take 再 take。我不是第一次主持节目，该讲的台词我都讲了，每一个字都讲了，你讲的一点都不真。要讲到哭才叫真吗？哭也有真跟假的。你根本是鸡蛋里挑骨头。导播这一关都过不了，观众那一关更严的，好跟不好，真跟假，他们全部都看得一清二楚的。你认为因为你说好，全部的观众都会觉得好吗？我知道很难有一个节目可以讨好全部的观众了，不过我们做电视节目的，除了要带出主题，还要鼓舞人、打动人、教育人，给观众娱乐，这是基本要求的。我的宗旨是要真情流露，感动观众。你根本没有心帮助那些贫穷有需要的人，怎么感动观众啊？哎，我已经很辛苦、很尽力了，你还是不满意，有没有办法？我没办法说下去了。你别激动，冷静一点。我们公司是对事不对人的。我可以说话了吗？来，坐下。我可能会讲重话，你们不爱听也要把话给听进去。如果你们是够专业的电视人，整件事就根本不会发生了。在关心个人情绪之前，先要想想自己的专业身份，主持人和导播。观众对节目还没有领悟到的层面，就要靠主持人把他们带进去。观众能感受到多少，就要靠主持人的素养和功力。至于导播，每个人都说导播是节目的灵魂，要把复杂的概念、想法说得大家听得懂、看得懂，是导播一辈子要做的事。要是把个人情绪带到节目，不但节目做得不好，说不定恶性循环，造成个人损失。聪明的电视人应该不会那么做的。没错，以后还会一起做节目的，打开心结，消除误会，做出更好的节目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跟你那么 rude 的，是我的错。裴君。OK 啦，我也没有那么小气。对，小气的话就不会坐上2线阿姐位置。好啦，下次拍摄我请喝茶。没有下次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除非有第2系列。是。上回为你们打扫，想要给你们一个干干净净的家，可是你们却一点也不珍惜，还把你们的家弄得更脏更乱，哪里可以这样？卡，就只有这些啊？还有另外一个版本，要不要看看？好啊。阿公，阿妈，祝你生日快乐！阿公阿妈，阿花阿花，你们都来了。过2天就是梁婆婆的生日，此刻的惊喜将会是她一生最美好的回忆。我们祝福她，也祝福这家人。好久没有回家的朋友，赶快抽点时间回家。你家人在。这些都是文书派的。是啊。哎，文书，你还在？
怎么，巴不得我走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阿忠啊，送给你吧。哇，文叔啊，那么贵重，我不能要了。哎呀，这个东西跟了我很久了，我用不着了，不用也会发霉的，倒不如送给接班人吧。文叔，我会好好珍藏的。文叔，哎，录音姐，送阿忠这么好的东西啊，那我呢？你是高层啊，我送不起啊，谢谢。好，马上来。文叔啊，我得出外景了，有空呢找你喝咖啡啊。好，注意安全啊。Yes sir。注意安全。以前听你讲这句话，都会把你想成是我爸。我有这么老吗？明天都要退休了，还不认老啊？你踩吧，以后没机会了。刚才我去了剪片室，明白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上天是公平的，事业让人变老，但事业给人经验。文叔拍的东西还是这么好，让人感动。你没有搞错，又不是刚入行，怎么眼睛这么容易进沙子啊？还记得我刚入行讲的话？你呀，整天毛毛躁躁的，又喜欢讲大道理，又不知道累，又不怕脏，又不注意危险。还不是你害的？关我什么事啊？因为有你在啊，你最注意安全。其实跟你在一起呢，是一点都不安全。那为了一个镜头，在香港刮8号风球了，还坚持去拍他们的水上人家；在台湾拍小吃文化，3天3夜都不要睡觉；在东马差点被野猪追到山崖去。你现在不是没事吗？你现在做了高层啊，不用日晒雨淋了啊。文叔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当导播的决心很难坚持到最后。很多东西你已经不那么坚持了，是不是因为你做了高级副总裁？我在范同龄身上看到你以前做保镖的样子。同龄？他呀，整天像个无头苍蝇似的，乱七八糟的。哎，不过他对节目的坚持，很像当年的你。做我们这一行呢，最重要是要有梦想，你说对吗？哎呀，这些梦想啊，要由你们来实现哦。Boss， 在找以前文叔拍过的袋子啊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想的可能跟你想的一样。你也想送文书礼物啊？下班后到剪片室找我。Yes, ma'am。这个手，哇，原来文书拍了这么多节目啊！文叔算是传奇人物，他的胃就像气球一样，随时可以膨胀收缩。有时为了拍摄，一天只吃1餐，然后3天3夜不睡觉。有人看着他站着等巴士，问他为什么不坐下来等，才知道他是站着在睡觉。好羡慕你哦，能跟文叔搭档合作拍这么多节目。文叔看好你啊，说你会拍出好节目。他说你这样说，有这么高兴吗？当然啦。哎，人家说人生有3大幸运：上学时遇到好老师，做工时遇到好师傅，成家时遇到好伴侣。说得好。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有一个大幸运，除了好师傅，还有好上司。吹捧的那么直接啊？真的啊，你真的是好上司啊，而且是好人呐，绝对不是破坏别人家庭的。我又口无遮拦，语无伦次，嘴巴比头脑还要快，讲了我不该讲的话，对不起啊 ，sorry。讲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？
我不是好上司，不是好人，哎，都不是。哎呦，不是，以我的身份，我不该讲这些话，不过都是真心话。你是个好人，绝对不是破坏别人家庭的人。谢谢你，你是第4个。是。啊？哎呀，李文啊，文叔，谢谢你多年来对公司的付出和贡献，这是公司对你的一点小小心意。文叔，可别忘记我们啦！哼，你就好了，可以享清福了。你说呢？文叔，哎，别顾着玩，要想念我们哦。哎，文叔，还有什么最后感言吗？感言啊，有，你们个个好好的给我活着，别让公司把你们给整死了。哎呀，说实在的，如果有机会重来的话，我还是选择在这公司啊当摄影师。阿忠曾经问过我，怎么样要做一个好的摄影师？当时我没说，现在我可以说。我告诉你啊，拍出好的影像，不是用眼睛拍，也不是用眼睛看，是用心去拍。你用心拍，人家用心看，了解吗？了。Good。哎呦，可颂，好。文叔，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。哎，谢谢。什么来的？哦，来，放来看。好。哎，对你才行。怎么嘞？哇！这么老掉牙的东西，谁找出来的？大头虾还有魏云杰一起简介的。别倒！哎呀！多吃一点啊！文叔，谢谢。来，这送给你的。干嘛？嫌我老了要吃保健品啊？你每次扛那么重的机器，膝盖关节要照顾的。谢谢。哎呀，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还以为你的眼睛长在这呢。我的眼睛啊，长在这儿。好。Boss， 什么事啊？你几时把有晴天的片段剪进去啊？你需要知道的是，文说他很庆幸自己拍的最后一个节目是这么有意义的。别哭了。Boss， 以后我拍节目的时候应该多注意什么啊？注意安全。哦。那不是文叔的口头禅吗？哼。女装，你有女朋友啊？我家不随便开放的，你是唯一一个来过的女人，而且来了2次。方圆人，我想知道你做记者守则在哪里？这种不确实的新闻，你怎么可以乱登呢？不，宝贝妹回来了。记者卑鄙无耻，有什么权利凭猜测乱写？我一定会把他骂得狗血淋头。如果真的是为我好，不要再见面了。我是不会放弃你的，我会用行动来证明。给我时间。贱女人！看，谢谢你帮我整阿姐，替我出气。好遇险！童玲，你认识他？
每一